哇，这个充电仓真的是帅到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今天我们熟悉的品牌又回来，今天要来开箱就是这款达拉帕木的耳机，就是那个有着 NBA 球星广告、募资金额又爆高的那个品牌。这个品牌真的是一路陪伴我这个频道从小到大，我一直有开箱他们的产品，然后每次的开箱我都可以体验到他们对于这个充电仓的设计。你看这次又变这个形状，蛮特别的。那这一次他们加入了这个 ANC 的战场了，而且非常厉害。他们这次使用的是双晶片降噪，没有用过，之前都只有听过双单体的耳机。那这次他们使用的是双晶片降噪，分别是高通跟 AMS。那除了晶片以外，他们这次都跟了许多知名的厂商合作，有6大知名的厂商，一路从晶片、耳机单体、麦克风、机壳都是，所以说蛮期待他们这次的产品。好，那在影片的途中，我也会抽出一副这个耳机，所以如果你想穿上抽奖的话，一定要好好看这次的抽奖方式，因为抽奖方式会跟之前有一点点的不一样，所以一定要好好的 follow。那我们就开始来开吧。那这一款产品叫做 Palm Quiet， 应该就是因为它有 ANC 降噪的关系，然后只有一款是陨石黑。那我们先看一下它里面有什么吧。哇，然后这次是走这种侧开的设计。哒啦，然后左边就写着说它的一些简单的说明，右边就是产品的本身。哇，这个充电仓真的是帅到我不知道说什么。好，这等一下再来看，太特别了。然后先看一下它有什么配件吧。这个配件不知道是什么，有点沉。哦，这应该是说明书的部分，然后接着应该是充电线和这个颈带的部分。那这充电线是走的是 Type A 到 Type C 的规格。然后除了颈带以外，因为它这有一个有点像怀表的设计，它应该是让你吊在脖子上。那它还有附这个收纳袋，一如往常啊，他们附的就每次都会附收纳袋，很不错。然后最后一个是，哇，太帅了吧！竟然是收纳在这里面，不是用什么塑胶袋包着，很不错哎。这个是小副和大副的耳塞，那中副应该是已经在耳机上面了。然后除了这个以外，他们还有出这个应该算是它充电仓的另外的吊带。那我来看一下长什么样子。哦，是这种皮的，所以跟你这个线的是比较不一样，它是这种皮革的。然后这是它的螺丝起子，应该是让你锁这个用的，所以它就是一个额外的一种经典的，这可能是要加购的吧。然后此外，这个是它充电仓的保护壳，长得就像这样，哇，是一个皮的，然后蛮大，是有做这拉链，可以把整个东西放进去。然后里面有附一个简单的扣环，所以说它的配件真的蛮多。不过这个保护壳和这个特别的提带，可以要看一下是不是加购的选项。应该是不在产品的里面。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充电仓和耳机的本身吧。这个充电仓真的长得超特别，哇，有膜哎，好久没有在耳机产品上试到膜了。那我们来试个膜吧。哇，这个真的是很帅耶！它有这种亮面跟这个有点像仿皮的材质，然后 logo 在这中间是一个压花，我觉得整个来讲超帅，然后超像一个怀表，难怪它要附那些提带。你可以把这个东西这样扣起来，然后吊着，你就可以吊在可能像你的脖子前面啊，或者是任何的地方。然后它这个充电仓不知道怎么开，是几项？哇，看太帅了吧！它是这样哎，第一次看到这种充电仓开法，看哦。就这样打开真的是怀表超级帅，真的帅到一个不行然后这一款充电仓呢，外观上来讲的话，这边是支援了一个 Type C 的充电口，然后它也是有支援无线充电的部分，所以说你这样哇，怎么看到它这个外面这一圈不是塑胶不是做好玩，它是会亮，它是一个充电的指示灯，然后你在充电的时候就可以透过外面这一圈蓝色的去查看说你这个是不是充到哪里，这真的超帅，这打开就这样能看到吗？再看一次打开，哒啦，哇，太惊人了，有点被吓到。然后整个开合的感觉很好，就是我觉得很舒压啦，单手就可以开合了。超级舒压。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耳机的本体吧。它耳机的话，主要走的是这种有点像 AirPods Pro 的那种感觉，然后是收音感比较再小一点。整体来讲，走的是这种黑色雾面的材质，还不错。然后它的耳塞是这种薄膜式的，整个大小我觉得看起来算是还 OK。那我就来讲一下这款耳机的规格吧。这款耳机使用的是蓝牙5.0的晶片，那它支援的是双晶片的主动降噪，使用的是高通的 QCC5124
跟 AMS 的3460，然后单体的部分的话，使用的是10mm 的仿生镀钛复合振膜。那音频解码部分的话是来到 AAC、SBC 和 aptX。那续航力的话，开启 ANC 的状况下，单次使用是3.5个小时。那搭配充电仓来讲的话，可以到达10.5个小时。那这部分你可能会觉得数字稍微低一点，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是双晶片去做降噪，那所以说它的数字会稍微比你想象中的再低一点。但是这个效果，可能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是不是真的值得。然后防水等级的话，来到的是 IPX4。那通话收音的部分的话，这个蛮厉害，它除了 CVC 的8.0的通话降噪以外，它光单耳就有3个麦克风，分别为前馈、反馈和通话收音。所以因此我是真的是蛮期待它这个耳机的表现。好了，那这就大概就是它的规格。那我会来试用一段时间之后，来跟大家讲一下我整个试用的心得是如何。毕竟阿姆嘛，我也不是第一次开，很期待啊。好，那我们就改天见。2000 years later。好，那我使用这个帕木 Quiet 一阵子之后，我来分享一下我整个使用的感觉。首先就是这个开合真的是太有趣了，这按下去的感觉很不错。不过它单手的时候有时候会稍微有点卡，所以我希望它这个之后可以再做得更好一点。但是基本上来讲，应该有个85分到90分的等级，也太舒压，而且想得到这个人的设计真的是很棒。好，然后它整个人佩戴的感觉，我很喜欢它这个淡淡的帕木写在上面，然后整个的做工也是我习惯的品质，我觉得很不错。然后它指示灯藏在这里，我看到它在闪这个颜色，我觉得很细致啊，整个感觉很好。然后再来就是你佩戴的感觉，基本上它就是一款入耳式耳机，算舒服，但没有到太特别的地方。好，然后接着就是它整个操作体验，它是使用的是触控的操作，触控操作大概是在这个位置。然后他们有做一个 app， 我觉得很不错，它可以让你选择说你所有的操作想要做到的程度是到什么样。就当进去那 app 以后，你可以选这个设置，然后这边有个按键功能个性化设置，然后进来之后你就看到哇，左右耳都可以单独设定，然后有非常多的选择。那它预设的情况下是没有音量的调节，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的音量调节的方式，像是长按啊，或者是连点2下，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不错，给了你非常多的弹性去做设定的部分。然后再来是连线的稳定程度，基本上它连线的方式并不是开合连线，它是要把耳机取出后它才会连线，但是连线的速度上来讲也还算 OK， 算是快速，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在看影片的部分的延迟的话，我个人是觉得没有到很明显的延迟。好，接着就是它这次的特色 ANC 部分，号声可以到达40dB 的降噪，我觉得蛮厉害的，真的蛮厉害的。它这 ANC 和它这环境音的切换非常有感觉，而且 ANC 的效果我觉得很不错，是我目前使用到来讲，我觉得应该是前1、2名的水准。那音压感没有到很强，那主动降噪模式的程度，我觉得它跟 AirPods Pro 有的拼，还蛮好的。那唯一一个缺点，我希望它之后改进，就是它切换的时候没有提示声的部分，所以说有时候在切换的时候会有点要靠自己的感觉去判断，会有点烦。但我希望它切的时候就直接有个提示声，那我就知道说它是不是现在已经有按到我要的切换，特别是它是用触控操作。那这部分的话，我是还蛮期待它之后可以透过它软体的更新去跟上。那在软体的部分来讲的话，它可以选择说你现在要的是通透模式还是 ANC。一开始预设状况就是 ANC 跟通透模式轮流，那可以再进去设置里面去选它循环的模式，它可以选择你是要通透 ANC 或通透 ANC 跟 ANC 管，就是有这几种模式可以让你选择，整个还不错。加了 App 之后，整个弹性就好了蛮多。好，然后再来就是它这个3麦克风的降噪，所以我也是很期待。那我这边有录制了一段通话收音，那你们可以听一下这感觉是不是你喜欢的。好，然后现在在马路旁边测试这个帕木快尔的通话收音，那你可以听听看说它这收音的感觉是不是很不错。那在马路旁边的 ANC 也是最有感的啦，真的是去掉了蛮多底噪，虽然说机车和一些公车的声音还是高频还是比较困难一点。好，最后就是来到音质的部分。这一款我直接跟你讲，就是低音取向的耳机。那它在 attack 和 release 的时候蛮快的，我觉得弹性还不错。那我觉得它适合的音乐可能会偏向像是 pop music 或者是 EDM 这种，就是中低音比较多的。那这款在听人声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它的位置稍微偏中后一点，没有这么的向前，会比较没有这么突出。那这可能是在选购的时候要留意的地方。那此外，它目前的 app 是并不支援包含 EQ 的调整，这点是有点可
可惜，因为它都已经做了一个 app。我很期待之后把 EQ 的调整加上去，因为加了 EQ 的调整之后，整个的感觉会是不一样的，而且它的整个的音质的宽容度会高上蛮多，因为你可以照你自己喜欢去调，这个真的很不错。好了，那最后就来到是这款耳机的价格啦。这款耳机来讲的话，它目前的原价是4790，但是因为它现在正在特价，然后特价状况是2990，哇，真的是超级便宜，没办法再更便宜了。然后在这部影片当中，我也抽出一副这个帕木快的耳机，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照着我的抽奖方案去执行，该分享的贴文、该留言和该 tag 都不要忘记。你想想看，这个3000块不到，有的跟 AirPod Pro 一样的降噪的感觉，真的是蛮厉害的。而且它这个盒子舒压啊。好，然后最后的话，这款耳机的话是保固1年。如果你真的很有兴趣，但是又在犹豫的话，你可以直接去它的试听点，应该是预计在12月的三创友军选物会可以试听，然后应该是在华硕的旁边吧。我觉得有兴趣可以去听听看，蛮不错，还蛮好玩的耳机啊。好了，那我这次的耳机评测就到这。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就帮我点一个喜欢，记得订阅和分享我的影片。那我们的会员机制也开启了啊，有兴趣可以去加入。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巧巧，拜拜。